还有啊，请不要拿孩子当你泄私愤的出口，更不要把孩子当成你刷存在感的对象。你要做的不是总证明你是对的，在孩子面前刷存在感，你注定孤独终老。你就记住，孩子未来的问题都是原生家庭缺失的那一部分，家里给不了的，必然在他长大后外寻。其实这个也是跟婚姻的治理结构很相似。婚姻我单独再做一期吧。接下来有几点不要跟孩子说，替我保密，这个事儿呢，一会儿别跟某某某说啊，一会儿见到谁你就这么说啊，不要那么说，请你不要教孩子这些。因为从潜意识里，你在做一个双面人的榜样，小孩慢慢的就被植入了心锚。原来我可以当这个人一面，当那个人那一面，孩子可真没有辨别能力。人的两面三刀其实就是大人影响。第二，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。举一个例子啊，爸爸从公司拿回礼品，本身可能价值300块钱，妈妈为了夸大爸爸的形象，或者想告诉孩子大人很辛苦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就故意的夸张，把300块钱的礼品说成1000块钱的感觉，没必要。这就是反馈不对等，也容易在未来孩子成家后本能的效仿父亲，只要拿点东西回来就能不那么努力的去工作和奋斗，这会让男孩丧失责任心、责任感。挣钱这个事儿本来就很正常，并不是一个非要夸大形容的行为。男人本来就该挣钱，挣到钱给家里也很正常啊，这并不是什么多么优秀的品格，多么难能可贵的品德，对吗？不要过多的在家里关注别人的事，聊别人家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一些大人每天在家里边去嚼舌根子啊，同事的事儿、邻居的事儿、七大姑八大姨的事，唯独不聊自己家的事儿。大人每天应该都在忙自己的事儿，应该关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，别人家的事儿与我无关啊，否则孩子也容易变成东打听西打听、嚼舌根子的人。最后一辈子没有用心花时间在自己的身上，以及投入到自己的家庭中，很容易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行尸走肉。不要刻意掩盖大人生活中遭遇的苦难。我说了，家庭是个整体，不要让家成为屏蔽外界所谓的保护伞。外面有雾霾，家里也会有，对吧？外面阳光明媚，家里也温暖如春。该是什么色彩，请还原它，不要掩盖，让孩子从小适应大环境，这个特别重要。你看很多行为偏激的，其实就是出门在外不适应环境，自我封闭造成。大人只要让孩子有安全感就够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人在家在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说到这儿啊，其实我想说，所谓正常人，就是他所处的环境正常，酸甜苦辣都该有嘛，对吧？你只要今天袒护孩子10分，未来在社会上他会被毒打100分，这笔账我们还是要算清楚的。不要让孩子感觉我们家不富裕，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我天生不配大声说话，可能就连努力表达的权利都不该有，我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。钱少咱们就直截了当的跟孩子说，好好学习，混出个模样来，让爸妈也过上好日子。这句话不是挺好的吗？正能量满满。而且我告诉大家，有斗志的孩子以及未来有斗志的青年，多半家境不宽裕，搞好了这是一笔天赐财富，因为它会激发人的斗志。你们要帮孩子接住这种机会啊！男人要有男人的样，女人要有女人样，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，母亲要有母亲的样子。咱们男性同胞不要什么都推给女人，该你表率的时候你就说对说错无所谓，大家一起商量嘛，别什么都让母亲去摆平。反之，母亲也要有母亲的弹性，不要沉不住气，迂回有度，宽厚如海。任何孩子惹的事情都能在母亲心里先被接纳，不要制造紧张气氛。在家庭中就要养成万事皆可商量，万难皆可摆平的结构。简单说就是大人做榜样，一切问题处理好了都是好事。生活嘛，就是处理一堆又一堆的琐事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让孩子知道来事儿不怕事儿，咱处理就完了，解决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妈妈可以刻意的当着孩子的面问爸爸，这个月赚多少钱呀？交公，让孩子知道搞钱是常态，并且家里每个人各司其职，不然长大以后部分女孩会觉得只要找个对我好的就行，至于客观的生活保障放在第二位。说实话，婚姻很重要，选择更重要。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经济实力对于一个新组建的家庭几乎可以说是一切的根本。有些父母总是本能地替孩子找借口，误以为这是抚平孩子心灵的一种方式，怕孩子自卑。明确地说，自卑不是由失败引起的，替孩子找借口会造成孩子本能的回避问题，回避矛盾，不容易从自身找问题，长大容易推卸责任，一切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，这很容易导致那些优秀品格的人不愿意去接触你，你永远也接近不了强者圈层。有好多家庭把孩子学习写作业的时候的那个环境搞得特别安静，这都是错的。电视机该开，大人有大人的生活，孩子有孩子的生活，家里不能过于安静。你以为你创造了一个真空环境，其实这是不符合常态的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在考试的时候，窗外走廊一有什么动静他就会走神，这都是家庭环境影响的。我们要刻意的培养孩子，外界无论多嘈杂，你说看书说写作业立刻就能专注进去。人屏蔽杂音的能力越强，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反而越强。历史上有太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，他们刻意的让自己在闹市中读书思考，磨练心智。就是我们培养的不是一台机器，我们培养的是一个可以抵御任何环境变化，而能沉得下心来，能执行自己想法的人。别把学习妖魔化，它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，跟吃饭睡觉大人工作家务一样正常的事儿。别故意营造焦虑的气氛，很多问题都是大人造成的。还有，分数好就是自由多，分数不好就是自由少。要跟孩子说清楚，这个标准是学校规定，因为有考试就好像大人出去上班一样，我们不出去上班就挣不到钱，没什么稀奇的。不要把学习搞得很焦灼妖魔化。还有一点，你说出的话仅仅是一堆正确的废话的话，那你就别说。当你不能够把信息拆解诠释很透彻的话，就不要说。例如，做人嘛，要忍让。你说孩子听不懂什么叫忍让，我为什么要忍让？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都需要向上社交，从潜意识里去拼搏竞争。平时告诉孩子什么都要忍让，最后孩子会觉得我让了，那别人也得让我呀。你说让孩子让来让去，孩子都懵了。参考标准是什么？大人你也没说呀。其实我们面对孩子，反而要把话挑明，绝对不能拖泥带水弯弯绕。本身孩子的理解能力就没法跟大人比，你说话还弯弯绕，然后你还觉得你在保护孩子幼小的心灵。可是在学校里，谁会去保护他幼小的心灵？真的有人如此关照你家的孩子吗？对吧？我们要时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，小孩就是一张白纸，跟小动物没有什么区别。不要做过于复杂的行为，过于复杂的沟通。你认为的仅仅是你认为的，让孩子也有自己的小小大世界。学会坐下和孩子探讨，引导孩子种下正向的心锚，不要让你的精神内耗映射到孩子身上。童年允许贫苦，这都不是事儿，但不允许被你压制压抑。我们都把自己管好，因为只有我们大人是他唯一的榜样。你是谁，他便是谁。那在育人的这一期最后，推荐一部治愈心灵的电影，叫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。好，想学更多吗？关注我，带你慢慢变好变强。